斗罗大陆5重生唐三，作者唐家三少，第65章拜师。镇长眼中光芒闪烁。当然，如果未来你遇到强敌，有殒命的风险，自然是可以用的。我希望看到你早日将玄天功修炼到最高层次，让我们看看最高层次的玄天功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到了那时候，我们才能决定是否将这门绝学传播开来。之所以让你告诉我，也是为了多一个备份记录，但也就仅限于你我知道。你没有将玄天功交给过别人吧？唐三摇摇头，只教过王老师锋刃的操控方式。其实他在铃木雪身上试验过，看其能否学习玄天功，只不过铃木雪并不知道那是玄天功，因为铃木雪已经有了妖神变，所以他的尝试也是失败的。他没有说出来，是不想再给铃木雪他们找麻烦。镇长的反应出乎唐三的预料，但唐三也是能够接受的。他虽然现在的精神力强度不算高，但凭借隐藏于精神力之中的那一点神识来判断一个人的话语是否真诚，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好，记住，你今天跟我所说的这些，绝不能再对任何外人提起，也包括我们组织内部的人，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关你的所有情况，我会记录下来作为一份机密档案。这份档案如果我活着，将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哪怕是组织之中级别比我更高的人也不行。亦且我死了，接替我的人将会拿到这份档案，继续保持和你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你也就越安全。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眼底仿佛有光芒闪过。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证明你修炼的功法能够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那么或许我们人类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唐三除了连连点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当镇长发现他的秘密时，他其实都已经做好全力反抗的准备了。他最大的底牌就是从上一世带来的那一点神识，神识爆发，他相信还是有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可能的。可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他的这一点神识消耗了，在修炼到神级之前，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而唐三没想到的是，镇长的反应比他预料之中最好的情况还要更好一些。镇长不但表示会保守秘密，甚至还让他也要保密。这让唐三不禁对救赎组织又高看了一眼。拜师吧，镇长突然说道。唐三愣了一下，拜师？镇长看着他，目光重新恢复了平静。不然呢？好的，唐三还能说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当下，他直接跪倒在地，行了大礼。老师。镇长满意地点点头，平静的面庞上露出一丝笑容。小三，如果未来有一天能够证明你所修炼的功法是适合人类的，老师希望你能够将它贡献出来，为我们人类的崛起贡献一份重要的力量。唐三暗暗腹诽，您不都已经知道了吗？还要我贡献什么？镇长道，我名为张浩轩，我的妖神变是烈焰虎王9阶。烈焰虎在虎类妖怪之中排名第2，血脉仅次于虎皇一脉的黄金血脉。9阶，唐三心中一震，这可以说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见到的最强大的存在了。刚才在与镇长交手的时候，唐三就有种完全无法与之抗衡的感觉，现在听镇长亲自说出来，他才明白这位的修为达到了何种程度。如果和前世的他相比，这位就相当于是站在了魂师神级以下的巅峰，媲美封号斗罗的存在。而且听镇长的意思，他这妖神变的血脉还是相当不错的。虎是兽中之王，虎类妖怪在整个妖怪种群之中应该都是名列前茅的吧，烈焰虎又是在虎类妖怪之中排第2的。烈焰虎王的血脉，这可真是不弱呀。镇长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救赎的一份子了。按照你的修为，你本来可以直接成为成级救赎，但为了掩饰你的实力，还是从最初的赤级救赎开始吧。
没等唐三询问，镇长就继续说道，在咱们救赎之中，每一位成员都是有级别的，不同级别的成员能获得不同层次的职权。一共分为7个大级别，这7个大级别分别对应彩虹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赤级最低，紫级最高。你初来乍到，自然就是赤级救赎，只要积累功勋，就可以升级。为了鼓励大家提升修为和加速修炼，按照组织的规矩，5阶的成员无论功勋积累情况如何，只要是组织的正式成员，都可以升级到成级。这也是刚才我说你可以成为成级救赎的原因。修为到了7阶，自然就可以提升到黄级。9阶对应绿级，这也是修为能够直接提升达到的层级的极限。而想达到更高层次的3级，除了修为要强大之外，还要为组织做出巨大的贡献。彩虹7级有点意思啊，唐三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老师，那您是哪一级？唐三面露好奇之色，问道。张浩轩道，我是青级，绿级以上算是组织的高层。嘉里城这边，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唐三道，那您就是这边最高等级的救赎者了吗？张浩轩摇摇头，道，不是。这边还有2位救赎者的等级比我高，但由于情况比较特殊，他们不直接管理这边的组织。嘉里城这边主要还是由我来负责。明白了，听了他的讲述，唐三对救赎组织略微有所了解了。张浩轩道，为了隐藏身份，不被妖怪族发现，组织内部有特殊的秘法来验证身份。我会在你的手背上烙印秘法，更高层次的教赎者出现在你面前，可以用秘法来探查你的印记。同时，你也可以自行展示出自己的印记，让对方查明真伪，以便在必要时相互帮助。老师，这个镇上的人都是咱们组织的人吗？唐三向了一个自己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张浩轩摇摇头，道，当然不是。我们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成员？人多嘴杂，一旦暴露就是灭顶之灾。镇上只有1%的人才是属于组织的，具体有谁，以后你会慢慢知道。所以你也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这也是我收你为徒的原因，这样你就有了明面上的身份了。你也不用管什么事，只需要努力修炼就可以了。我简单给你说一下镇子上的情况。我们这个小镇依托于嘉里学院而存在，所以也叫学院小镇，是专门为嘉里学院服务的。很多时候，镇上的部分人都会到学院之中工作。相对来说，作为附庸，我们在学院中所获得的待遇是比较好的。至少这里的妖怪相对来说素质比较高，不会轻易伤害附庸。在学院之中工作也是种历练，有的时候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好处的。这些以后你也会知道。在合适的情况下，我也会让你进入学院之中进行历练。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点赞和分享哟。